你知道吗？这世上有一种借，比借钱不还狠毒100倍，比背信弃义更伤天害理。我今天要讲的这件事啊，你们听了可能不信，但这是我亲眼见过的真实案例。你们这辈子啊，不管跟谁关系多好，哪怕是亲兄弟、亲父子，只要有人找你借这几样东西，你记住我的话，直接拒绝，半点情面都不要留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在借东西，是在借你的命，借你的运。一旦借出去，就是拿自己的福报去填别人的无底洞，最后连自己的后半生都得搭进去。我2010年在台北遇到过一个案例，当事人姓周，叫周游。这个人啊，原本是个设计公司的中层主管，事业做得顺风顺水，手里握着2个大项目，年终奖眼看就要翻倍。可你们猜怎么着？半个月之内，他从天堂跌到地狱，失业、撞车，身体垮掉，连家里养的花草宠物都跟着不对劲。你们以为是他得罪了什么人，还是流年不利？都不是。问题出在他发小孙强身上，一个他从小穿条裤子长大，拼了命也要帮的兄弟。半年前的孙强啊，那真是干啥啥不行，做生意赔，炒股被套，老婆还跟他闹离婚，整天借酒浇愁。周游那时候没少接济他，又是借钱又是陪聊，生怕这兄弟一时想不开。可谁能料到半年后，孙强突然时来运转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换了新车，还谈了个年轻漂亮的空姐女朋友，整个人红光满面，意气风发。反观周游呢，却是往小二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，倒霉事一件接一件。起初只是些不起眼的小事，出门忘带钥匙，下楼踩空台阶，周游以为是换季身体疲乏，没往心里去。可接下来的日子，事情彻底失控。就在他负责的项目要签约的前一晚，精心准备了3个月的方案文件，在云端莫名其妙损毁。技术部恢复了一整夜，找回来的全是乱码。客户大发雷霆，直接取消合作。公司老总指着他的鼻子骂了半个小时，周游百口莫辩，只能抱着纸箱子被停职反省。失业的当天下午，他开着刚买不久的2手车回家，在一个平时闭着眼都能开过去的十字路口，刹车突然发软，虽然拼命踩住了，还是轻轻顶上了前面的豪车。交警判定他全责，对方车主是个闻着花臂的大哥，虽然没动手，但那眼神看得周游心里直发毛。赔了一大笔钱后，银行卡余额彻底空了。回到家，他浑身无力地瘫在沙发上，感觉身体像个漏了气皮球，不是运动后的疲惫，是从骨髓里透出来的虚。稍微动一下，浑身就疼得像有人用针扎。更诡异的是，家里养了3年的发财树，上周还枝繁叶茂，这天叶子全黄了，轻轻一碰就哗啦啦往下掉。平时最粘人的金毛犬见到它回来都不敢靠近，夹着尾巴躲进床底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咽声。周游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上昏暗的吊灯，总觉得蒙了一层灰纱。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撞了邪。可他平时2点一线，除了公司就是家里，从没去过干净的地方。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孙强的电话打来了，声音中气十足，透着股掩饰不住的得意。老周啊，出来喝2杯，老地方，我等你，今晚我请客，
有好事跟你说。周游本想拒绝，可想着在家里憋着也是难受，不如出去透透气。到了大排档，孙强已经点好了一桌子菜和2瓶好酒。看到周游，夸张地喊道：哎呦，老周，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，跟刚从煤堆里爬出来似的，印堂发黑啊。周游苦笑一声，借着酒劲把最近的遭遇一股脑道了出来。孙强听得很认真，时不时点头，眼神里却闪烁着周游看不懂的光芒。酒过3巡，孙强神秘兮兮地凑过来：老周啊，你这就是运势低了，半年前那样，现在这样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遇上了贵人，指点了我几招。周游好奇追问，孙强故作高深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但咱们是兄弟，我有肉吃，肯定不叫你喝汤。你把这杯酒干了，我告诉你个转运的法子。周游病急乱投医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孙强笑了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推过来，这是我之前去庙里求的玉佩，大师说能挡灾，我现在运势旺，用不着了，你先带着，帮你压压惊。周游心里一暖，觉得兄弟没白交，还想推辞。孙强硬是把玉佩塞到他手里，手指触碰到周游手掌的那一刻，周游只觉得他的手指冰凉刺骨。那晚周游喝得烂醉，是孙强帮他叫的代价。临走前，孙强特意嘱咐，这玉佩一定要贴身戴，洗澡都别摘。切记啊！周游迷迷糊糊答应了，把玉佩挂在脖子上。奇怪的是，玉佩一贴皮肤，没有丝毫温润感，反而有一股阴冷的寒意，顺着脊椎直冲脑门。他只当是夜风太凉，裹紧衣服就沉沉睡去。讲到这里啊，我要问大家一句，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平时关系很好的朋友，突然对你格外热情，还主动给你送护身符、转运物。如果有，赶紧在评论区打个有，让我知道不是只有周游遇到过，也让其他朋友提高警惕。这种看似好心的馈赠，很可能藏着阴毒的心思。戴上玉佩后的第1周，周游的情况不仅没好转，反而更诡异了。原本只是工作不顺，身体虚弱，现在开始出现幻觉。每天晚上睡觉都觉得床边站着个人，模模糊糊看不清脸，就那么直挺挺地低头看着他。周游想喊，嗓子像被棉花堵住，想动，身体像灌了铅，这就是典型的鬼压床。每天早上醒来，他都像刚跑完马拉松，浑身酸痛，脖子上戴玉佩的地方隐隐作痛，还出现了一圈青紫色的淤痕。他给孙强打电话说玉佩戴着不舒服，孙强却在电话里安慰，这就对了，这是玉佩在帮你拔毒，你身体里晦气太重，它在吸你的晦气，等吸干净了就转运了，千万别摘，摘了就前功尽弃了。周游心里犯嘀咕，但出于对兄弟的信任，还是咬牙坚持带着。直到那个雷雨交加的下午，他去超市买泡面，刚走到门口，一道炸雷在头顶响起，头顶的广告牌毫无征兆地砸了下来。旁边一个路过的大妈猛地推了他一把，广告牌插着他的后脚跟砸在地上，玻璃渣子划破了他的小腿。如果不是这一推，周游当时就没命了。惊魂未定的周游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救他的大妈没走，皱着眉头死死盯着他的脸，目光最后落在他领口露出的玉佩上。
脸色瞬间变了，连连后退2步，声音颤：小伙子，你这东西是从哪来的？周游下意识摸了摸玉佩，朋友送，说是挡灾的。挡灾大妈冷笑一声，眼神怜悯又犀利，这哪是挡灾，这是在索命啊！周游心里咯噔一下，阿姨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大妈环顾四周，见雨大没人，凑近压低声音：我小时候在乡下见过这玩意儿，这玉叫过桥玉，是专门给重病或大难临头的人用的，找个运势旺、命硬的人戴上，把自己的灾劫通过这玉过到别人身上，这叫见命换运。你那个朋友是在拿你当替死鬼啊？周游听完，五雷轰顶，浑身血液都凉透了。他虽然不信封建迷信，但最近的一切实在太巧合，太诡异了。孙强突然的好运，自己莫名其妙的倒霉，还有这块戴上就做噩梦的玉佩。大妈叹了口气：小伙子，听我一句劝，赶紧找个明白人看看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说完，撑着伞匆匆离开。从科学角度来讲啊，这种所谓的见命换运，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暗示和能量掠夺。人在运势低落、身体虚弱的时候，心理防线会变差，容易受到负面情绪和外界环境的影响。而那些被刻意准备的转运物，往往经过特殊处理，比如长期放在阴冷潮湿的地方，沾染了霉菌或有害微生物，贴身佩戴会影响身体健康，进而加重心理负担，形成恶性循环，让人越来越倒霉。其实不止现在有这种情况，我2008年在高雄还遇到过一个更典型的案例。当事人是个开餐馆的老板，姓陈。陈老板的餐馆原本生意红火，每天座无虚席。可自从他把自己戴了10年的玉镯借给表妹戴之后，情况就急转直下。先是后厨接连出问题，食材变质，厨师离职，接着又遇到食客投诉食物中毒，被卫生部门罚款停业，到3个月就亏光了所有积蓄。更诡异的是，陈老板的身体也垮了，原本硬朗的身子变得虚弱不堪，经常头晕耳鸣，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。后来他找到我，我一看他的气色就知道是气运被吸走了。细问之下才知道，他表妹那段时间刚好要离婚分财产，还欠了一大笔赌债。听说戴别人的贴身玉镯能转运，就找陈老板借了。我让他赶紧把玉镯要回来，用柚子叶煮水清洗后封存，再配合调理身体。半年后，他的气色才慢慢恢复，重新开了家小餐馆，生意才渐渐有了起色。这个案例和周游的情况很像，都是因为把贴身的沾染自己气息的物件借给了运势极差的人，导致自己的气运被对方借走。从传统命理角度来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气场、能量场，这个能量场就像一层保护膜，保护着我们的健康和运势。而长期贴身佩戴的饰品，带有个人印记的物品，会和我们的能量场深度绑定，成为能量场的一部分。当这些物品被别人借走，尤其是被运势差、阴气重的人使用时，对方的负面能量就会通过这些物品侵入我们的能量场，破坏我们的气场平衡，导致我们的运势下滑，身体变差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能量传递的一种体现。就像块干净的布放在脏水里泡久了，自然会变得肮脏不堪。周游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
一把扯下玉佩，发现玉佩变得更乌黑了，表面还渗出一层黏糊糊的液体，闻起来有淡淡的腥臭味。他想把玉佩扔了，又想起大妈说的找个明白人看看，便找了块红布包了起来。这时他突然想起前2年去郊区爬山时偶遇的一位道观扫地老道长，当时他随手帮老道长搬了一袋米上山，老道长送了他一句话：遇水而安，逢木则吉。这2年他工作顺利，确实是进了一家名字带木的设计公司。现在想想，老道长绝非凡人。周游顾不上大雨，抓起车钥匙就往郊区赶。到了道观，天已经黑透了。老道长开门，看到他，眉头瞬间拧成川字：居士，你身上的3把火怎么只剩下1把了？周游扑通一声跪在蒲团上，眼泪止不住的流，把最近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，又颤抖着拿出红布包里的玉佩。老道长只看了一眼玉佩，脸色大变，大袖一挥，拿远点。周游吓得手一抖，玉佩掉在地上。老道长冷哼一声：好阴毒的手段！这是从坟里挖出来的含口玉，在死人嘴里含了100年，阴气极重。他先用符水泡过，锁住里面的煞气。你一戴上，煞气入体，这玉就成了连接你和他气运的桥梁。你的阳气和福报源源不断流向他，而他的灾劫和晦气全转移到了你身上。这就是所谓的见命换运。周游听得头皮发麻，绝望地问道：道长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是不是没救了？老道长叹了口气，从香炉里抓了一把香灰，洒在他头顶和双肩。幸亏你遇到贵人点拨，来得还不算太晚。若是再待7天，神仙也难救。老道长让小道士端来一盆清水，把玉佩丢进去，滋啦一声，水盆里冒起一股黑烟，清水瞬间变成墨汁一般。破这个局不难，难的是人心。老道长看着周游，他既然下了这么重的手，绝不会只这一招。他最近除了给你这块玉，还跟你要过什么东西吗？哪怕是一根头发、一张照片、一件旧衣服。周游脑子里飞快闪过和孙强相处的细节，突然想起昨天孙强发微信说要搬新家，想讨个彩头，要他一样东西放在新房床底下，说能压煞气。好兄弟嘛，感情还在。说东西不值钱，他没多想，就答应明天送过去。老道长眼神一凛，他管你要了什么？窗外雷声渐歇，只剩雨水敲瓦片的滴答声。屋内烛火摇曳，把2人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像张牙舞爪的怪兽。周游吞了口唾沫，声音发哑。他管我要的是生辰八字。老道长听罢，脸色愈发沉重，烛火也像是被无形之力压低了亮度。凡间的术数本是福命之用，若为私欲所趋，便是逆天之举。老道长语气凌厉，他若用你的生辰八字，配合着含口玉，就能通过气运连接你和他。你的福祉会成为他的资粮，你的祸事会往你身上堆。人言借钱可还，人情难还。可这种借命借运，是以他人性命做筹码，既还不清，也受不起周游喉头干涉。想起曾经和孙强并肩的时光，不敢相信发小会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手。那我能不能把这些拿回来？他声音低得像风里的草。老道长摇摇头，
借来的东西，若不是对方自愿归还，往往难以取回。我们可以破局，但要彻底亲近，需要你与他彻底断开连结。首要之事是隔绝这欲的吸引力，其次是为你补回丢失的福缘，最后要让他承受自己种下的因果。我要去找他，周游近乎哀求，不是单靠香案能解决的。老道长眼神坚决，我会先为你画一道护符，暂时隔绝玉佩的吸引力，但要彻底解开，你必须配合我做一场法事。同时你要明白，你们之间的情分可能已经彻底变质，这件事不能只靠拳头或咒语，还要靠真相与人性的审判。第二天一早，道观冷风透骨，周游被安排在香案前跪拜，换上道袍，手心贴着一张朱砂小符。小道士把香炉里的香灰洒在他额头与掌心，低声念诵咒语。符纸贴身，周游感到一股微弱却坚实的屏障在身边建立，暂时隔离了与玉佩的联系。与此同时，老道长派人请了几位有名的术士法师，合力破局。他知道孙强的转运手段绝不只是一块玉佩那么简单，背后藏着复杂的链条，从坟地取物到符咒催化，再到所谓的贵人点拨，每一步都是精心设计的棋子。几日后，周游在老道长陪同下去了孙强常去的会所，那里灯红酒绿，人们笑得放肆，喝着上等洋酒，仿佛从未听过运气被偷的故事。孙强见到周游，先是一愣，随即挤出假笑：老周啊，你这是来干嘛？我正要请你吃饭呢。周游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的兄弟，心里翻江倒海。他冷静地开口：强子，你拿了我的生辰八字，我的旧手绢，还有我准备给你的旧衬衫，放在你床底，你为什么要这些东西？孙强脸色闪过一丝慌乱，很快掩饰过去：老兄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只是托你拿几样东西做摆设，谁信这玩意儿能偷命？在场的人都好奇地侧目，老道长却静静站在一旁，像一把未出鞘的剑。那你告诉我，一个人的生辰八字会和一块坟里挖出来的含口玉产生什么联系？你知不知道那东西会把别人的气运吸干，替你挡灾？周游的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清晰，在屋子里回荡。孙强的笑容开始僵硬，手在背后打转，最后站直身子，眼神不耐烦：老周，你别在这里讲迷信，我能做成事靠的是脑子和勇气，不是鬼神，你这是在污蔑我。话音未落，老道长上前一步，眼神如冷火：孙强，你不要以为装作风光就能掩盖所作所为，你借走的不只是生辰八字和几件小物，更是别人的命。今日若不交代，便要承受天道的惩罚。孙强面色骤变，他知道老道长不是普通人。桌上的玉佩仿佛也发出微弱的暗光，他眼里闪过恐惧，更多的是慌乱中的狡辩。突然冷笑起来：好啊，你们要做法事，那就来。老道长，我倒要看看你念咒能念到什么时候，最后还要你赔我这一年的损失。谁告诉你借东西是重罪？世上就没这个规矩。会所里的人纷纷侧目。孙强的话像是在试探，这半年他之所以能翻身，并非靠自己，背后有一条灰色链条，有人求他转运。
他就替人做过桥仪式；有人愿出高价换安稳，他就找无辜的人当替罪羊；还有人像他一样，宁愿把别人的灾祸当成自己的护身符。老道长没有被激怒，冷冷道：我们不是来争论法律的，只讲因果。你若诚心悔改，把借的东西悉数交回，让受害者选择，我们便可宽宥；若你强词夺理，我们便用法术拆穿你的欺诈，让所有人看清你华服背后的黑手。孙强看着周游，眼神复杂，是被利益蒙蔽已久的麻木。最后咬牙狠声道：既然如此，我就把全部东西拿出来让你们看看，我不怕暴露，因为我怕的不是你们的眼光，失去现在的一切。说罢，他从内袋抽出一个小袋子，里面赫然躺着几件物件：一张泛黄的旧手绢，一个折角的旧相片，一小撮头发，还有那块周游戴过的发乌玉佩。众人见状无不震惊，相片上隐约是个村里老太太的模样，手绢带着岁月的味道，头发像是被精心保存过的样本。老道长伸手抓住玉佩，眉头紧锁，把玉佩拿到户外的雨水中浸，水面立刻翻腾出黑浪，黑色像墨汁般蔓延。周游眸中一紧，仿佛看见那些黑色纹路里流动着自己这些天的厄运。就在这时，会所门外传来一阵喧哗，几位被孙强帮过转运的人闻讯赶来，有的面容憔悴，有的神色愤怒。他们的到来像一把把尖刀，直接划破了孙强的伪善面具。你说帮我转运，结果我倒霉透顶。一个中年男人冲上来，声音嘶哑：孩子生病，事业垮了，你说这是运气问题，自己却在背后数钱。我当初把婚纱照交给你，你拿去做了什么？一个女人哭着质问，眼泪像刀割一般。更多的指控接踵而至，会所里弥漫着压抑的气息。孙强的面具被一层层剥落，他起先还想反驳，可看着围上来的一张张受害者的脸，声音渐渐低了下去，手开始发颤。周游看着曾经的朋友在众目睽睽下失态，心里既是刺痛，也是解脱。真相虽残酷，却比被迷雾缠绕更好。老道长此时举起手，念起一段古老的符文，符纸在他手中颤动，周围的空气仿佛被一层层撕开。真正的法术从来不是为了惩罚，而是为了还原事物本来的秩序。法咒像潮水般涨起，不是为了淹死人，而是把被吸走的东西一件件冲回原处。随着法事推进，玉佩失去了原本的锋芒，黑气一缕缕被抽离，化作烟雾消散在夜空。但很多被借走的东西与人的命运心结相连，并非轻易就能还原。老道长示意受害者们轮流上前拿回自己被夺去的物件，举行简单的还命仪式，用香灰、清水与谷米象征性的把被借走的运气一点点归位。轮到周游时，他揭开包裹玉佩的红布，玉佩在掌心显得瘦弱又狰狞。老道长把玉佩拿去烧掉，灰烬洒向北风。周游瞬间感到一股久违的轻松，像卸下了沉重的背包。他闭上眼，任由风吹过，心底紧绷已久的弦慢慢放松，暗暗发誓，以后不管是谁，哪怕关系再好，找自己借这些东西都要坚决说不。法事之后，事情并没有一夜之间云开雾散，孙强受到了法律和道义的双重审判。
部分受害者选择报警，另一些要求他赔偿。更致命的是，他的名声彻底毁了。曾经的贵人纷纷远离，靠借他人福气攀爬的高枝，一夜之间被风吹得东倒西歪。人群散去后，老道长递给周游一盏清茶，这只是补救的开始。你失去的，有些可以补回，有些却永远回不来了。但记住，真正的福报不是靠借来的，而是靠自己一点一滴积累的。周游双手捧着茶杯，热气氤氲中，他看到自己这半年的经历像走马灯一样闪过。道长，我想问您，为什么会有人用这种方法害人？难道他们不怕报应吗？老道长叹了口气，目光望向窗外的夜色。人心一旦被欲望蒙蔽，就会忘记因果。他们以为借来的运气是自己的，殊不知这是在透支自己的福报。今天借别人的命，明天就要用自己的命来还。孙强现在看似失去了一切，其实是老天在给他机会，让他明白什么叫因果循环。那我呢？我这半年受的苦，算是白受了吗？周游声音有些哽咽，不是白受。老道长认真地看着他，你这次的劫难，也是在帮你看清身边的人。有些人表面上是朋友，实际上是豺狼。如果不是这次的事，你可能一辈子都看不清他的真面目，将来吃的亏会更大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周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临走前，老道长又叮嘱他，回去之后记得用艾草和粗盐泡澡，连泡7天，把身上残留的晦气彻底清除。家里的发财树和宠物狗也要用柚子叶水擦拭，它们感应到了你身上的煞气才会反常。最重要的是，以后不管谁找你借东西，尤其是这几样，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话。哪几样？周游连忙问。老道长伸出3根手指。第一，贴身佩戴的饰品，尤其是玉器、手串、项链这类，这些东西长期贴着皮肤，沾染了你的气息，就是你气场的一部分。借出去就等于把自己的气场借给了别人，对方的晦气会通过这些东西反噬到你身上。第二，带有你个人信息的物品，比如生辰八字、照片、头发、指甲、旧衣服等，这些东西在术数中叫命引，是连接你本人和外界能量的桥梁。有心人拿到这些东西，配合一些手段，就能隔空影响你的运势，甚至操控你的命运。第三，你用来招财。镇宅的风水物件，比如貔貅、金蟾、葫芦、八卦镜等，这些东西是专门为你和你家的风水布局准备的。借给别人就等于把你家的财气和福气送出去了，而且对方用完再还给你，上面沾染了对方家的晦气，你再用反而会破坏自己家的风水。周游听得心惊肉跳，连忙掏出手机记下来。道长，我记住了，可是如果有人非要借，我该怎么拒绝？毕竟有些是亲戚朋友，不好意思直接拒绝。老道长冷笑一声，不好意思拒绝，那你就等着像今天这样被人害吧。真正为你好的人不会提这种要求，敢开口借这些东西的人，要么是无知，要么就是别有用心。你直接告诉他们这些东西不能借，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。如果对方还纠缠不休，那就更要警惕了。这种人十有八九不怀好意。还有一点要记住，老道长语气严肃，如果你已经把这些东西借出去了，
一定要尽快要回来。要回来之后，不能直接使用，要先用清水、粗盐、艾草浸泡3天3夜，放在太阳下暴晒7天，彻底净化之后才能再用。如果对方不肯归还，那就当破财消灾，千万不要再要了，因为对方很可能已经用这些东西做了手脚，要回来反而会害了自己。周游听完，冷汗都下来了。他想起这些年自己确实借过不少东西给别人，大学室友借过他的玉佩，说是去见女方家长想讨个好彩头，表姐借过他的貔貅100件，说是新店开业想旺旺财气，甚至还有个远房亲戚以要做纪念册为由，管他要过全家福照片和他的生辰八字。道长，我以前借过不少东西出去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周游急切地问。老道长沉思片刻，能要回来的尽量要回来，按我说的方法净化，要不回来的就算了。但你要做一场补运法事，把流失的气运补回来。另外，从今天开始，多做善事，多积阴德，用正能量把负能量冲淡。记住，福报是守出来的，不是借出来的。周游郑重地向老道长鞠了3个躬，带着那张护身符和一肚子的警醒离开了道观。回家的路上，他脑子里反复回想着老道长的话，越想越后怕。如果不是那个大妈及时提醒，如果不是老道长出手相救，他现在可能已经命悬一线了。回到家，周游按照老道长的吩咐，买了艾草和粗盐泡澡。第一次泡的时候，水很快就变成了浑浊的灰黑色，还浮起一层油腻腻的东西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。他知道这是身上的晦气被逼出来了，连续泡了7天，水才渐渐变得清澈。他也感觉身体轻松了许多，睡觉不再做噩梦，精神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好。家里的发财树和金毛犬也恢复了正常，发财树重新长出了嫩绿的新叶，金毛犬又变得活泼亲人，每天摇着尾巴围着它转。周游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既感慨又庆幸。至于孙强，周游后来听说他的下场很惨，那些被他坑害的人联合起来告他诈骗，虽然因为证据不足没能定罪，但他的名声彻底臭了。生意伙伴纷纷解约，女朋友也跑了。更诡异的是，他开始频繁出事故，走路摔跤，开车追尾，喝水呛到，甚至在家里洗澡都能滑倒摔断肋骨。有人说这是报应，也有人说是他借来的运气到齐了，老天开始找他算账。周游听到这些消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不恨孙强，只是觉得可悲，一个曾经的好兄弟，为了一己私利，不惜用这种阴损的手段害人，最终害人害己，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。经历了这件事之后，周游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这世上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借的，不是小气，不是迷信，而是在保护自己。他把老道长说的那3样东西写在本子上，时刻提醒自己。后来他重新找到了工作，虽然不如以前风光，但踏踏实实，日子过得安稳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学会了拒绝。当有人在找他借贴身饰品、个人物品或风水摆件时，他都会礼貌但坚定地拒绝，并告诉对方原因。起初有些人不理解，觉得他小题大做，但周游不在乎。他知道真正在乎他的人会尊重他的选择，而那些不怀好意的人，
早点拒绝反而是保护自己。讲到这里，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？有没有人找你们借过这些东西？如果有，赶紧在评论区打个1，让我知道这种事不是个例，也让更多人提高警惕。其实啊，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都是用血泪教训换来。为什么说财不外露，物不外借？为什么说宁借钱财千万贯，不借贴身半寸山？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封建迷信，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生活智慧和能量守恒的道理。从科学角度来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磁场和能量场，长期贴身佩戴的物品会与我们的磁场产生共振，形成一种能量连结。当这些物品被别人使用时，我们的能量场就会受到干扰，导致身体和运势出现问题。这不是玄学，而是物理学中的能量传递原理。再从心理学角度来说，当我们把重要的东西借给别人，尤其是那些带有个人印记的物品，我们的潜意识会产生不安全感和失控感。这种负面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力和行动力，导致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频频出错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，这3样东西都是不能借的。第一，贴身佩戴的饰品，玉器、手串、项链、戒指、手表等，这些东西长期与你的皮肤接触，沾染了你的汗液、体温和气息，已经成为你能量场的一部分。借给别人，就等于把你的能量场借给了别人。对方的负能量会通过这些东西反噬到你身上。第二，带有个人信息的物品，生辰八字、照片、头发、指甲、血液、旧衣服、鞋子等，这些东西携带着你的生物信息和能量印记，是连结你本人和外界的桥梁。有心人拿到这些东西，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影响你的运势，甚至操控你的命运。第三，用来招财镇宅的风水物件，貔貅、金蟾、葫芦、八卦镜、泰山石、风水轮等，这些东西是根据你和你家的风水布局专门摆放。借给别人就等于把你家的财气和福气送出去了，而且对方用完再还给你，上面沾染了对方家的晦气，你再用反而会破坏自己家的风水。除了这3样，还有一些东西也要注意，比如枕头、被子、床单等贴身用品、钱包、银行卡、身份证等财务证件，以及祖传的物品、长辈留下的遗物等。这些东西要么与你的能量场深度绑定，要么承载着家族的气运，都不适合借给外人。有人可能会说，你这是在制造恐慌，是在宣扬封建迷信。我想说，我讲的这些案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。我见过太多因为借东西而倒霉的人，也见过太多用借东西来害人的人。我不是在制造恐慌，而是在提醒大家保护自己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人心是最难测的。有些人表面上对你笑脸相迎，背地里却在算计你。他们知道直接害你会留下证据，所以就用这种隐蔽的方式，借你的东西来转移自己的灾祸，吸取你的福报。等你倒霉了，他们不仅不会愧疚，反而会庆幸自己的计谋得逞。所以不管你跟谁关系多好，哪怕是亲兄弟、亲父子，只要有人找你借这些东西，你一定要警惕，不要觉得拒绝会伤感情。
真正的感情是建立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。如果对方因为你的拒绝就翻脸，那说明他本来就不是真心对你好。早点看清也是好事。那么，如果真的有人找你借这些东西，你该怎么拒绝呢？我教你们几招。第一招，直接拒绝法，态度要坚决，语气要温和，但立场要明确。你可以说不好意思，这个东西是我的贴身物品，不方便借给别人。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，希望你能理解。如果对方还纠缠，你就重复这句话，不要给对方任何商量的余地。第二招，转移话题法。当对方提出借东西的要求时，你可以假装没听清，或者故意理解错误，把话题转移到其他地方。比如对方说，你那个玉佩挺好看的，能借我戴几天吗？你可以说，是吗？这是我在某某地方买的，那里还有很多款式，改天我带你去看看。然后就开始聊别的，让对方不好意思再提。第三招，以退为进法。如果对方是你不得不应付的人，比如领导、长辈或重要客户，你可以先答应下来，然后找个理由推脱。比如说，这个东西我也很喜欢，但前几天不小心摔坏，正拿去修呢，等修好了我再借给你。或者说，这个东西是家里长辈留给我的，有特殊意义，我得先问问家里人同不同意，然后就一直拖到对方自己放弃。第四招，以毒攻毒法。如果你怀疑对方是故意要害你，你可以反过来试探他。比如说，你要借我的东西可以，但你得先告诉我你要拿去做什么。为什么一定要借我？不能自己买一个吗？如果对方支支吾吾说不出理由，或者编的理由漏洞百出，那就更要警惕了。这种人十有八九不怀好意。最后，我还要提醒大家，如果你已经把这些东西借出去了，一定要尽快要回来。要回来之后，按照我前面说的方法净化处理。如果对方不肯归还，或者归还的时候态度很奇怪，那你就不要再要了。当破财消灾，同时要做一场补运法事，把流失的气运补回来。具体的补运方法有很多，最简单的就是多做善事，多积阴德。比如捐款、放生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孝敬父母，善待身边的人等，这些正能量的行为可以帮你积累福报，冲淡负能量的影响。另外，你还可以在家里摆放一些化煞的风水物件，比如五帝钱、桃木剑、八卦镜等，用来抵挡外来的煞气。但要注意，这些东西一定要自己买，不能借，也不能用别人送，而且要请专业的风水师傅帮你开光和摆放，不能随便乱放，否则不仅不能化煞，反而会招来更多的麻烦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2015年在台南遇到的另一个案例。当事人是个开美容院的老板娘，姓林。林老板娘的美容院原本生意很好，每天都有很多客人预约。可自从她把自己戴了5年的翡翠手镯借给闺蜜戴之后，情况就急转直下。先是店里的美容仪器接连出故障，修好了又坏，坏了又修，折腾了好几个月。接着又有客人投诉说，做完美容后皮肤过敏，虽然最后查明是客人自己的问题，但名声已经受损了。再后来，几个技术好的美容师相继离职，新招的人又不好用，客人越来越少，生意一落千丈。更诡异的是，
林老板娘自己的身体也出了问题，原本皮肤白皙光滑，突然长满了色斑和痘痘，用什么护肤品都不管用，而且经常失眠多梦，梦里总是有个模糊的人影在追她，吓得她半夜惊醒，一身冷汗。林老板娘找了很多医生，中医西医都看过，就是查不出原因。后来有个老客人提醒她，是不是最近借过什么东西给别人？林老板娘这才想起那个翡翠手镯，连忙打电话给闺蜜要回来，闺蜜倒是很爽快的还了。但林老板娘拿到手镯的时候，发现手镯的颜色变了，原本翠绿透亮的玉镯变得灰暗无光，还有几道细微的裂纹。她心里咯噔一下，觉得不对劲，就找人帮她看看。结果那个人一看就说，这手镯被人做过手脚了，上面沾染了很重的晦气和煞气，而且那个闺蜜很可能是故意的，因为她自己运势不好，就想借林老板娘的手镯来转运，把自己的灾祸转移到林老板娘身上。林老板娘听完又惊又怒，但事已至此，再去找闺蜜理论也没用，她只能按照那个人的指点，把手镯用红布包起来，埋在家门口的土里，然后做了一场法事，把流失的气运补回来。经过大半年的调理，林老板娘的身体和生意才慢慢恢复正常，但那个翡翠手镯是再也不能戴了，而那个闺蜜她也再没联系过。这件事让林老板娘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有些人表面上是闺蜜，实际上是仇人，他们接近你不是为了真心交往，而是为了利用你，算计你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，看清身边的人，不要以为关系好就可以毫无保留，有些底线是不能突破的，有些东西是不能借，宁可得罪人，也不要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。最后我再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。第一，这世上有3样东西是绝对不能借的贴身佩戴的饰品，带有个人信息的物品，用来招财镇宅的风水物件，不管谁找你借，哪怕是最亲的人，都要坚决拒绝。第二，如果有人找你借这些东西，很可能是别有用心，想要转移自己的灾祸，吸取你的福报，这种人值得深交，要尽早远离。第三，如果你已经把这些东西借出去了，要尽快要回来，并按照正确的方法净化处理。如果要不回来，就当破财消灾，同时要做补运法事，把流失的气运补回来。第四，平时要多做善事，多积阴德，用正能量保护自己，同时要学会拒绝，不要因为怕得罪人就委屈自己，真正在乎你的人会尊重你的选择。记住，福报是守出来的，不是借出来的，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不要轻易交给别人。这个世界上能真正保护你的只有你自己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让更多人看到，也让更多人提高警惕。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，或者想听更多这方面的故事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在下期节目中为大家解答。记住我说的话，不管跟谁关系多好，这3样东西绝对不能借贴身饰品。个人信息、风水物件借出去的不是东西，是你的命，是你的运。一旦借出去，就是拿自己的福报去填别人的无底洞，最后连自己的后半生都得搭进去。保护好自己，就是保护好你的家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